熟悉我的观众应该都知道，我虽然天天玩答辩手游，但其实我是 B 站知名动画区 UP 主，也算是个老二次元了。以前还会追一些五花八门的番，现在就有点懒了，只想看些我自己想看的番，像那些异世界龙傲天。就像前几天我刷视频的时候，刷到了一个漫改手游，叫什么转生史莱姆新世界，是根据关于我转生变成史莱姆这档事这部番改编的游戏。这部番当时可是必看的，没想到现在竟然出手游了。看 PV 好像还有城市建造，还能在自己的城市里操纵主角去探索，看到好像挺有意思的。不过说实话，我接过太多漫改手游了，大部分都是一坨，不知道这史莱姆手游是啥样。那你们懂我的，我可不是个什么听风就是雨的人。这本人我现在好好品鉴一番。开始游戏，开就是直接在哥布林村庄嘛，剧情好像直接是从解救了哥布林开始的。魔王阶梯，学会木材采集技能，什么意思啊？能让我去砍树吗？我去，还真是，不是这么多哥布林在干活，还要我自己砍树啊？真麻了，还要给哥布林建造房子，这不是哥布林干的活吗？不过史莱姆一跳一跳的蹦蹦也挺可爱的。野狼盘踞村子附近，那看来要进行战斗了。不是哥们，你这野狼怎么看起来像是死在这里了？哦，开始战斗了，看起来好像是把角色进行合理布阵之后就可以不用管了，把这个 T 放到第一排好了。能量满了之后就可以释放灵气技能，看起来有那味儿啊。升级了，解锁了冒险功能，这个好像就推进主线，走了2步就碰到了还没进化的红丸。剧情里得被魔王命名之后才进化，推图不仅可以升级自己，也会调动材料回去建造房屋。把异世厅升级之后又解锁了一堆新房屋，我还以为我在玩模拟经营游戏，分的东西还挺多，比如说这个新月台，造了之后就可以给我们这个新月宝箱，里面可以看一堆材料，其实就是拿我们产出的作物换钱之类的。先放一杯，我们继续推主线好了。解锁了召唤，直接失联。哦，第一发就出金了，看是谁？剑野，这不是魔王教的那些学生之一吗？这小屁孩竟然有 S 强度，我看他的幽姆也是 S， 我就释怀了。不过这游戏每个角色都能往上升的，所以喜欢什么角色直接练他就好了，不会有什么垃圾角色抬不起来的。把练度拉一下，挂队伍里继续推图，解锁了个新功能异斗空间。我看这名字第一反应还以为是记忆卡，结果点进去一看，竟然是 roguelike 玩法，每次都能让你选一个对手，越难的奖励越好，而且打完还能选一个强化 buff， 还能给角色进化的。我去，这个看起来挺猛的，攻击概率削弱对面防御，如果有另外一个 buff， 还能把削弱的攻击防御值提供给友方，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组合。我一群10级的角色压着对面一群24级的打，不过打到2-3的时候还是翻车了，练度差距太大了。这游戏提练度跟其他游戏差不太多，就是升级装装备、升技能等级之类的，也没什么好讲的。不过光是推主线就能解锁不少能提升练度的东西，比如后面会解锁这个等级共享，可以直接让你的角色共享等级，这样就不需要纠结拿到新角色来重新练级的问题了。装备也是共享的，算是降低了不少干度，平时挂着推主线就好了。点开自动挑战就可以直接把手机放一边，让它自己推图，只要打不过才会自己停下来，这里还是挺方便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元素秘境，每关都会有3个条件全部满足才可以通关。上阵的角色是固定的，也是系统设置的练度，所以只需要考虑角色摆放的位置就可以了。每过一关就会解锁史莱姆的天赋，可以增加史莱姆的技能强度，还是挺关键的。后面还会解锁史莱姆的品质突破，注入能量满了就可以突破，只不过这个突破还有概率，看起来有点吓人啊。还好这次运气好，直接突破了。下面还有这个龙鳞，看起来之后史莱姆会学习新的技能，这是主角待遇吗？我解锁了活动页面，看开服活动都有哪些好了。我去，每天都说10连抽吗？有点狠啊！这些卡都是30发就保底出 S 啊，而且我自己抽下来感觉根本不需要30抽就能出金。这么看下来，这福利给的还可以。下面还有一个7日约，也就是7日任务了。做完7日任务会送 S 级角色，每个小任务也会给材料、钻石、抽卡券之类的。这个4连跟着他的任务做也能获得不少奖励。这里还有个开服庆典，完成任务也能给钻和抽卡券。这里给的还是 UP 式的抽卡券，而且还会获得一些弹珠，弹珠在活动商店里也能兑换不少奖励。主线推到一定进度还会送你100抽自选，可以抽100次，然后选自己最想要的一发10连。游戏里其他玩法也挺多的，界面右边的这个野外 UI 基本就包括了这游戏的大部分玩法，像这个地下迷宫，把你最想要的战力放上去就好了。每推一关都会给你一些钻和资源，如果你练度足够，还可以自动跳过战斗，直接推到和你战力差不多的关卡，前面的关就不用一个个打了，这点还是挺方便的。辅导试炼也跟地下迷宫差不多，都是 PVE 模式，不过多了一些过关条件，比如有些关卡需要你上2个地属性的角色，而且阵亡人数不超过1人，虽然难一些，但奖励也会更丰富。联盟大厅就是工会，不过我还没有加联盟，应该和其他游戏的工会差不多吧。第一场就是和玩家 PVP 了，建议每天也都打打，每天前几次的挑战都是免费的，最好挑那种战力比你低的打，不容易翻车。不过这游戏也不是纯拼战力的，对面战力比你高些，也可以用角色互相克制来越级挑战。聚宝库里面就是材料副本，能给史莱姆刷进化材料，金币魔术和其他升级材料也是在这里刷的。主线推到后面，甚至还可以给其他角色刷碎片进阶，平民玩家也可以在这里白嫖身心。看得出来，游戏对零氪、微氪玩家还是挺友好的，不会被氪老大概太远。讨伐的话，其实就是打一个会还手的木桩，血量是无限的，你的输出越高，奖励也
就越好。虽然说比较吃练度，但平民和克劳奖励差距也没多少，关键是后面的这个首领歼灭，这个暴风大妖窝就难打多了。BOSS 一共有3个技能，还带一个必杀，还有产地效果。现在是顺风效果，离 BOSS 越近的角色攻速就越快，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后排的角色往前推，打到后面所有人都变成前排了。但后排角色的小分满又很难吃住 BOSS 的伤害，所以本质上还得要抓住机会输出。不过这里的角色都是锁240级的，所以你要别人练度差距也不会太大。比如上5名同属性的角色就会加25%的攻击和生命，上4种不同属性的加成就一般了。你和你的属性角色配对还有技能搭配就显得尤为重要。新手打这个的话，估计会比较头疼，拿不到好分数。但只要玩的够久，对于这游戏开服福利来看，就算是0氪，只要一直玩下去，也是能白嫖到全速键的。总的来说，这游戏给我的感觉至少算是个合格的漫改游戏了。剧情方面我看了一下，除了有些人设定成认识的比较早之外，其他大部分跟动漫剧情差不太多。玩法的话，说实话也是中规中矩，感觉是比较正常的卡牌养成玩法，但融了不少基因要素进去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我最喜欢玩的还是最一开始的那个异斗空间的 roguelike 玩法，里面各种类型的道具和争议都有，运气好的话玩就可以越几个战力去打。漫改游戏的话，对我和不少粉丝来说，其实你只要不为玩家吃屎，自然有粉丝愿意买单。毕竟大部分都是追着 IP 来的，而且这游戏的福利给的也挺大方，没那么逼氪，平民玩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压力。关于我转身变成史莱姆这档是新世界，现在已经是开启公测了，感兴趣的大伙可以自己去试试看。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这部球内容啊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个双击关注啊，持续更多有趣的游戏视频。到这吧，我是林，我们下期见。